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国模真的是越来越卷了，100多块钱一个模型，还带一个超大的地台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蓝鲸魔玩的舍利。大家可能对蓝鲸魔玩不太熟悉啊，其实这家的话就是名将传，也就是之前做逍遥子的那一家。他们是每个系列呢，每一个产品都是有不同的定位，所以说每个名字也不太一样。那么这一款的话就属于是蓝鲸系列的。那么首先高度的话，大约是在21.5厘米，算上肩甲的话会更高一些。舍利本体呢是有附带一个背包的，因为脚部的这个脚掌足够大，所以说在搭载了背包的情况下呢，也是可以站立的。背包其实就是它的武器啊，是一个狙击枪，然后拆分出来变成一个背包。那咱们拆掉背包之后，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首先在颜色方面呢，它基本采用的是不同饱和度的一个绿色，然后再加上一个沙漠黄的颜色。造型处呢，如果喜欢全金属狂潮的话，那我觉得这款应该会很喜欢。同时呢，这次也采用了大量的不对称设计，胸口的机械臂、大腿的外甲以及它这个胸部的天线都是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的。咱们一步一步来看它的可动。首先头部的话，基本就是一个正常的常规范围，然后在胸部这边呢，它是有摄留一个驾驶舱的一个设计。咱们可以放大看一下，它里面是有一个内构设计驾驶员以及一个液压杆的联动。胸口左边呢是采用了一个多段折叠的机械臂，这个机械臂的可动角度非常大，可以自由的调整。手臂数呢360度的旋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同时肩甲也可以向上进行一个避让，导弹舱也是有一定的角度调节。在手臂的根部呢有一个外拉的关节，可以增加前倾后倾的一个角度。小臂根部附带旋转，同时呢手臂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所以说屈肘的幅度十分理想。手臂平台幅度的话稍微偏小了一点，没有达到90度。肩甲处的导弹舱是可以打开的，里面是真实的有一个导弹分件，同时呢还附带了飞出的导弹的一个特效件，可以选择性的安装。腰部的侧摆、旋转以及弯腰呢，这些都是附带的，但是这个幅度呢并不算是很大。后裙甲是有一个小设计的，这个东西是可以伸长的，它其实是一个钉子啊，可以用来钉在地面，来保持机身的一个稳固。胯部是有设立一个下拉关节的，所以说前踢后踢的幅度呢都是十分可观的。不过侧踢的水准呢就有点差强人意了。腿部可动其实是非常大的，它有一个多段的关节，并且呢还会随着腿部弯曲有一个小联动，这个联动就是一个外甲的拉伸和位移，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。脚部这边前脚掌是单独有一段向上的可动，前面的脚尖位置呢也是可以进行可动的。整个脚的前摆后摆呢没有什么问题，侧摆的幅度不错，很大。整个脚的360度旋转呢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接着咱们来讲一下它的背包。背包前面提到了，它其实就是由一个狙击枪来进行拼接的，所以说咱们将其拆分，然后稍微的进行一个组装，卡扣一下呢，就可以将其拼回一个狙击枪。狙击枪组装完成之后呢，还会有一些变形的小联动。咱们需要将其进行一个变形啊，经过一系列的拉伸以及卡扣的扣上呢，就可以变成一个很长很大的一个狙击枪了。整体细节还是很不错的，大家可以自己比图补一下色，就是可惜啊没有给到一个灯组。而咱们舍利呢有一个不错的可动，所以说配合这个狙击枪摆出一个趴姿进行一个狙击的样子呢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而前面提到后裙甲的那个钉子呢，这时候就可以拉伸起来放在这个地面，而起到一个狙击时固定机体的一个作用。这算不算硬核的机甲设定呢？而除了狙击枪啊，还附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步枪。这个步枪比较有意思啊，前面有个消音器，可以单独拆下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安上去。你可以全副武装啊，背上狙击枪，然后手上再握持着这个步枪，整体摆一个造型也是比较好看的。最后，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地台。非常大的一个整备地台啊，不得不说啊，名将传真的喜欢在地台上下功夫。这次地台呢，有2个地方可以摆放咱们的主体。首先是右边这边类似一个滑轨的一个设计，咱们可以直接将舍利摆在这个滑轨上面，然后稍微把姿势摆一下就可以了，站得笔直就行啊。整体是一个整备的，从侧面看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而在左边这边呢，就比较复杂了。首先，它这边是有一个收纳功能，咱们将这个盖板打开，里面有一个收纳的空间，就可以将手型放进去了，放好之后盖下去就可以了。整个整备支架呢，后方都是有一个伸缩的一个角度调节，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调整一个角度啊，并且也可以进行前后的一个调节。而这个整备架两边呢，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小浮台啊，这个浮台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角度调节的。在浮台的上面呢，有一个黄色的，这个黄色的是折叠起来的一个机械臂，维修机械臂啊，可以随着这个多段的角度呢，来进行一个维修整备的状态。同时，这个机械臂呢，也是支持上下的一个可动。整体来说，这个地台可玩性非常高，并且还附属了小人儿，这个小人的精度呢，也是比较高的，搭配起来可以摆放出一个维修整备的一个状态。整体的氛围感呢，是很不错的，特别是小人放在上面呢，会比较好看。
并且这个架舱也可以进行打开，来配合一个维修臂，建成一个整备的一个状态。那么视频最后咱们也说一下舍利的一个优缺点。首先在它的胯部，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别的测评了，就是随着腿部侧击呢，它胯部确实是会有一个缝隙会进行开合，这个不知道大货会不会修。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它的水口分布啊，它大部分是隐藏水口，但是在部分位置呢还是一个外露水口，比如它后裙甲的那个钉子那边就是一个外露水口，这个水口分布呢稍微会有一些不合理，所以说大家可能需要在外面进行一个打磨。剩下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整体的组合度不错，不需要修建，但是需要一定的用力。整体这个地台啊，非常喜欢，它不只是可以适配舍利，也可以适配同样差不多高度的机甲，它都是可以放在这个上面的，比较百搭。同时舍利的这个玩法呢，我也是比较喜欢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蓝鲸魔丸舍利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测评展示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也可以多多3连，多多关注。咱们下期再见。